5种路边神奇植物。1. 野魔芋。大家看，这个是野魔芋，这个是长叶子的野魔芋。有时候我们在山上还能看到开花结果的野魔芋。为什么它们会有这区别？是不是分公母？其实不是的，野魔芋它是雌雄同株，它的肉穗花序同时长了雄花和雌花，但是它也是很聪明的。为了不近亲繁殖啊，它会错开开花，花序上面一圈是雄花，底下一圈是雌花，往往雌花先开1-2天，雄花才会开。雌花开了以后，昆虫来授粉，它就已经授过粉了嘛，所以那时候雄花再开了，它就不会造成近亲繁殖。那为什么有的长叶子，有的开花结果呢？其实这是它的一种神奇的现象。长叶子的那一年它不会开花，开花的那一年它不会长叶子。像我们看到这个舌头一样的花啊，那就是它明明在开，在想着传宗接代。而像这样一棵小树一样长叶子啊，其实这是它在吃饭长身体，身体好才能传宗接代嘛。野魔芋传株有毒，它是天南星科的植物嘛。这边尧医也叫它天南星，因为它们不像植物学那样分类的，它们是以这个作用用途来分。像野魔芋底下也有一颗星样的，它的功效也跟天南星差不多，它们用来比如说敷无名肿毒。像我们做菜吃的芋头也是天南星科的植物，芋头如果我们生吃啊，也是有毒的。小时候有的小朋友在山上玩，挖出来这个野魔芋，也以为是可以吃的，其实吃了以后很难受的，有点锁喉的感觉。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，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要注意，在野外啊，有的东西不要胡乱去吃。2. 元宝草。这个挂满露珠的植物像不像银元宝？这个叫元宝草。为什么叫元宝草呢？因为它的叶子啊两两对生，基部相连，一片叶子就像一个元宝的形状，民间也叫它对月草或者穿心草。今天它非常特别，因为布满露珠，阳光一照，每片叶子上面的水珠都亮晶晶的，整株植物散着银色的光，是不是很像大自然撒了一把碎银子？一个有趣的冷知识，元宝草的叶子不是普通的长法，两片叶子在茎上穿过，看起来像茎把两个叶子串起来，而且它是这样的十字交错，这一层是这样长的时候，下一层就是这样长，所以有的也叫穿心草。老一辈怎么用这个草呢？通常传统里把它视为活血草，或者说是一种跌打药，跌打损伤可以捣烂外敷，关节疼痛可以煮水泡澡。注意孕妇忌服，内服的话遵循专业人士的指导。元宝草名字很讨喜，长相也很独特，在露珠的加持下，今天他帮我们做了一把模特，我们要谢谢他。你见过这种植物吗？下次在野外遇到，请记得它叫元宝草。3. 白花蛇舌草。这是一种性比较平和，但是功效卓著的小草，它的叶子是不是像那个蛇吐信一样？它开白色的小花，所以叫白花蛇舌草。刚刚我们拔出来，这个是它底下的根，这个是去年它的藤，上面有很多这个果了，这个是今年新发出来的，它秋天就结这个果，小小的圆圆的，茎是4棱形，它喜欢长在潮湿的田埂、水沟边，分布很广，是大自然赐给大家的消防队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虽然我们现代人跟古人相比，生活方式改变了，但是湿和热还是困扰我们的问题啊。白花蛇舌草味苦甘，性寒，归心肝脾经，对于因湿热引起的咽喉肿痛、肠痈以及各种疔疮肿毒都有很好的配伍应用。所谓肠痈就是阑尾炎初期，老百姓最简单的用法，夏天取干品30克，如果是鲜品就加倍，用来煮水代茶饮，可以预防中暑和治疗热淋。所谓热淋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小便有点涩痛。白花蛇舌草虽然是个宝，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。
像脾胃虚寒或者久不愈合的寒性疮痈这样的体质啊，需要忌服。孕妇更是要慎之又慎。4. 夏枯草。一听夏枯草的名字，大家都懂得，它到夏天就枯萎。今天我们在山上看见它开花了，趁着它还没有枯，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懂时机的植物。夏枯草春天长叶，春末夏初开花，开的花是这样的紫色晨星花，像一个小小的宝塔。等到了夏至前后，花穗就会慢慢变成枯褐色，整株地上部分像枯死了一样，所以叫夏枯。但其实没死，地下的根还是活的，第二年又能重新冒出来。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，这其实是它一种非常聪明的生存智慧。夏天太热太干，索性装死休眠，把营养藏在根里面，等到来年春天再生发。今天这几株啊，正好是盛发期，它的花这样层层叠叠，能生，近似能行，直立或者披散。它整体不高，通常10到30厘米，趴在地上或者斜着长。夏枯草的名字最早出现在《神农本草经》里，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。民间有个说法，夏枯草冬至生，夏至枯，意思就是冬至的时候开始生长，到了夏至就枯萎。古人觉得这个夏枯草有点神奇，一般的植物啊，夏天正是很茂盛的时候，冬天正是枯萎的时候，而夏枯草这逆天行事，有的地方也叫铁色草，干枯后变成铁锈色。老一辈怎么用夏枯草呢？夏枯草是民间清火的植物，以下几种情况可以用到夏枯草。眼睛不舒服，比如说红肿、畏光，用夏枯草煮水喝。老一辈说的清肝明目。嗓子疼、上火，夏枯草煮鸡蛋，喝汤吃蛋。夏天解暑，和桑叶、菊花一起泡茶。夏枯草凉茶。瘘痢、淋巴结肿大，民间用夏枯草煲瘦肉汤。注意，脾胃虚寒的人不宜多服，孕妇慎用。5. 苎麻。大家看，这个是苎麻，在欧美被称为中国草，因为它原产于中国。它是前麻科苎麻属的植物，它的叶子很有特点，上面是绿色，下面是白色，天青地白。苎麻应用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几千年以前，古人就用它来织布。它这个皮富含纤维，可以用来织布。古代啊，包括现在有一些地方还有织夏布的习惯，夏布就是用苎麻织的。它的叶子也是一种很好的绿肥，把它沤在田里面啊，因为富含氮、磷、钾。另外，它的叶子也是一种很好的饲草，像有的动物啊，比如说小兔子啊，特别爱吃这个苎麻叶。它的根也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，应用的历史也非常悠久了。它的根里面富含苎麻酸，有补阴、安胎、治产前产后心烦以及疔疮的作用。